假如你做的全麦吐司长不高，组织粗硬的，看这里吧。我今天带你用家中最常用的食材，不含奶制品，不含黄油，用植物油和少量的糖做全麦吐司。成品很柔软，也拉丝，有弹性，不干涩，并且最重要的是我教你手揉这个吐司的方法，也不用费力的揉出膜。掌握了方法，每一个都能长高。揉面前规范一下你的思维，投放顺序最好不要乱。打入1颗鸡蛋，加红糖搅匀，确保红糖融化。因为这个吐司是低糖的，所以烘烤来说上色会难一些。红糖的色泽可以很好的帮助吐司上色，增加全麦吐司质感。搅匀后加入清水，把干酵母放进来继续搅匀。你要趁它还是液体的时候多搅拌，揉面的时候才能不累。好，拌匀加全麦粉和高筋粉还有盐。先用刮刀碾压翻拌的方法初步给它混合一下。混合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像这样，看不到干粉了。刮板沾点水，把面盆周围的干粉也刮下来。这时候基本没有干粉了，把面团收拢，折叠摔打一下。那你可以数一下，我摔打了6下，表面光滑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吐司食材就那几样，前期我们液体也混合的比较匀，所以到这一步呢，就很轻松的面团就混匀了。接下来就是给它时间，放在冷藏松弛25分钟。冷藏静置不只是为了松弛面团，还可以很好的浸泡全麦粉的粗颗粒，让你手里的全麦吐司的口感更软。20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的面团拉伸出膜，但是膜还比较容易破。没有关系，进行下一步，把植物油加进来。我用的橄榄油，你可以随意，喜欢吃什么油放什么油。把油想尽办法的揉进面团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儿叫揣？不知道的话可以查一下字解。这个字就非常形象的形容了把油揉进面团的动作。强调一下这时候不怕破坏面筋，油一定要揣进去。抓不动了就切开，放松面筋，继续揣。那么油什么时候算是和面团融合了呢？就是现在，面团从油光变成了哑光，并且有一点粘手。给它盖上保鲜膜，继续放进冷藏松弛5分钟。5分钟过后，面团基本就揉好了。给你展示一下拉伸的薄膜。那这个膜呢，薄透且不易破。其实和白面团相比，全麦面团的薄膜的韧性会稍微差一点。那它的爆发力呢也会比吐司差一点，所以正常450克模具的话，250克的高筋粉就可以填满，但是加入了1半的全麦粉，就要增加面粉量，达到满模的目的。这一点能懂吧？我为啥说这个呢？你们不要随意的换食材，这个配方并不适合做白吐司。松弛后，咱们给它最后折叠2次，增加面筋的强度，最后收圆，表面要给它绷起来。表面紧绷，它发酵的时候才会尽量的向上生长。这一次的全麦面团，咱们给它静置发酵1晚上让水分进一步的把全麦粉的麸皮泡透。你可以试试冷藏发酵吐司，口感会更软，香气更丰富。这是发酵了1晚上的全麦面团，用手轻轻触摸，能感觉到里边很蓬松，略有弹性，但是会留下触碰的指印。扒拉出来，分割整形。现在不要揉面，不要揉面，不要揉面，给它撒点干粉，按压排掉大气泡，也别过度的按压，一会儿还要擀面。现在这一步只是预整形。整理面团形状，尽量保证切割均匀，分成3份。咱把每个面团的上边都给它做成光滑的表面。为了吐司长得一样高，把面团称一下，平均分配。这些多出来的碎面团一会儿塞到底下，包进去就好了。
你看这小碎面团放在底下，给它包裹住。现在是预整型，有2个要求啊。第一，简单收圆，整理出形状就好了。第二呢，尽量给面团保持松弛感，这一步不要收得太紧，留一点气体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还要有2次的赶压排气呢。松弛时间不是固定的啊，它大概有2个因素决定。第一就是预整型的时候收得太紧，松弛就会久一些。那第2个因素呢，温度低、湿度低，松弛也会久一些。所以你需要控制这些因素，尽量让面团松弛的时间去缩短。第一次擀卷，松弛的充分了，擀开就会很顺利，面团并不会回缩。如果这一步回缩，那就说明你看看前面2个因素是不是没有达到。记住啊，预整型的要求尽量保持松弛感，所以这一次卷的时候不要卷太紧，松松的卷下来。捏一下底部接口，放在一旁，盖上保鲜膜保湿。继续再松弛25分钟左右。现在再从第1个卷拿起来，给它擀长，光滑面朝上，拍打拍服它了啊，才能利于擀面杖均匀的延展。擀好，掀起来翻面，把光滑面朝下。这一次可以稍微紧一点的卷下来了，但是啊，不是使劲拉扯的卷啊，也要顺其自然的卷。如果拉扯导致太紧张，发酵的时候就容易断裂。把3个卷均匀的摆进吐司模具，拿去温暖湿润的地方发酵。发酵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发酵时间要看你发酵的温度和湿度来判断。温度呢，在35到40度之间是发的最快的。湿度呢，必须保证发酵全程，吐司面团表面不要结干皮。全麦吐司发到9分满。风炉和平炉温度啊，都给你放在这里了，仅供参考啊。不要完全照搬，然后告诉我烤糊了。烤好后趁热刷一层橄榄油，保持表皮湿润，不容易干。晾到手温呢，就可以密封装袋了。第2天再来切片。咱们在这个悠长的假期可以试试它，然后用它给自己做一顿无负担的三明治吃。我好信儿啊，做了都给我瞅瞅，并且艾特维莎妮做面包，评论区交作业吧。下期见，拜拜。